不愧是毛泽东主席高度赞赏的历史人物。他出身寒门，却广泛的学习历史，喜欢阅读兵书，武艺高强。他带领军民在乱世中收拾了支离破碎的江山，维护了南方社会的稳定，创造了南方经济的繁荣。他就是六朝第一英主陈霸先。电影《陈武帝》艺术地再现了陈霸先波澜壮阔的人生中最高光、最精彩、最传奇的故事。在此之前，没有一部影视作品全面客观地展现过陈霸先的卓越功绩和人格魅力。那是南梁王朝最危急的时刻，南北对峙的前线，北齐将领徐嗣辉依仗长江北岸萧轨率领的北齐军的支援，发动猛烈的攻势。南梁军队在敌军的强大压力下，局势危在旦夕。这时候，一匹满身箭矢和刀伤的战马蹒跚归来，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南梁的建康城门。城门守卫和百姓们望着这匹熟悉的战马，心中涌起了不祥的预感。正是大都督陈霸先的战马，但他的主人却不见踪影。南梁王朝的气氛急剧转变，恐慌在民间迅速蔓延，北齐大军蠢蠢欲动，想要一举灭亡南梁。关键时刻，陈霸先毅然地站在了城墙之上。只见他身高7尺5寸，额头隆起，手长过膝，脸上充满了坚毅。尽管刚经历了残酷的战斗，但他依旧从容指挥，率领南梁军接连击退了北齐军队的多次进攻。南梁士气大振，北齐军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恐惧。建康朝堂，梁敬帝与文武百官在空前紧张的气氛中展开了激烈辩论。有人主张撤退南迁，以避免正面交锋；也有人坚决呼吁增援石头城，支持陈霸先继续抗击北齐。而权臣萧晃的极端提议掀起了更大的波澜。他主张以陈霸先的人头换取北齐的退兵。这一提议引发了朝堂上更为激烈的争论，南梁朝的命运处于风雨飘摇之中。陛下，陈霸先忠心耿耿，杀了他只会寒了天下忠臣之心呐。但是不杀他，恐怕北齐不会善罢甘休啊。石头城外，陈霸先率军浴血奋战。当北齐将领徐嗣辉去迎接萧轨大军过江之时，陈霸先令侯安都率部夜袭秦郡，端了徐嗣辉的老巢，还复信送还所缴获的琵琶和鹰，并讽刺道：“军前无需此物，因特奉还。”此举狠狠打脸了北齐军，令敌军将领心理防线几近崩溃，扰乱了敌军的部署。陈霸先接着夺敌粮船，烧敌粮草，切断敌人交通要道，诱敌深入山谷，伏击并包抄敌军，歼灭敌军有生力量，成功收复了石头城。陈霸先血战沙场，击败北齐强敌。梁敬帝却听信权臣萧晃的谗言，决定议和，并诏令陈霸先的亲侄陈坛朗为人质。陈都督，我理解你的苦衷，但当前局势危急，只能如此决断。宣诏，令陈霸先议和，送侄子陈坛朗入至北齐。陈坛朗愿以己一人而安天下，入至北齐。离别之际，陈霸先泪洒当场。我们一定会接你回来的。叔父，保重。坛朗。
夫君啊，不要太过担心，上天都有最好的安排。但议和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和平，更大的战争一触即发，阴谋也在继续。萧晃误导皇帝和其他朝臣，成功地将陈霸先诬陷为叛国贼。陛下，事关重大，不能不防啊！应当把陈霸先撤职关押，以免后患。好吧，好吧，小爱卿说得对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陈霸先被关进了监狱，面临着生死危机。紧要关头，将领陈倩来狱中探望陈霸先，两人的交谈却在争吵中结束。随后，陈倩公然背叛了陈霸先，他的行为激怒了陈霸先的夫人张耀儿。陈倩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无耻之徒，陈霸先对你如此信任，你竟然满嘴谎言诬告他。萧晃自以为奸计得逞，从而放松了对陈倩的监视。准备行刑。刑场上，即将被处死的陈霸先等来了陈倩以及皇帝赦免的手谕。北齐大都督萧轨率大军再次压境，萧轨的父亲被南梁萧衍所杀。带着刻骨复仇的决心，萧轨誓要消灭南梁。陈霸先奉诏出征，重返战场。他不失时机地发动了一系列精确的军事行动，利用奇门遁甲之术，连续击败北齐军的多次进攻，彻底打击了北齐军的嚣张气焰。眼看北齐军节节败退，萧晃撕下了伪装，暴露出北齐密探的真面目。他在城内纵火，烧毁了南梁军的粮草，趁乱连夜投奔了北齐。这一行动几乎使南梁朝彻底崩溃。在这绝境之中，陈霸先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智和高超的奇门遁甲之术，带领残存的南梁军队坚守石头城。我们不是繁荣的盛世，却是最艰苦的守卫。正当北齐军队以为胜券在握之时，江南的梅雨骤然发飙了。连绵大雨使北齐军陷入困境，为南梁带来了宝贵的喘息机会。陈霸先利用这一天然机会，重新组织军队，策划反击。烈火中的危城，飞舞的刀剑，勇士们跃出船舷时，那气吞山河的壮举与怒吼，交织成一幅幅壮烈而震撼的画面。残阳如血，狼烟四起。北齐萧轨率大军围困建康城，决战前夜，城中粮尽，军民惶恐。陈倩天神般运来了3000担大米和1000只鸭子，军民大喜。大战在即，3万军士就餐的碗筷难以筹齐，众军士用荷叶包饭，饭上放几块鸭肉，饱餐一顿，大战敌军。谁也没想到，荷叶包饭从此成为了流传1000年的江南名吃。陈霸先在危城、绝地、困境之下扭转战局，最终赢得了建康保卫战的大捷，用血与火换来了宝贵的和平。建康保卫战的胜利，奠定了梁静帝禅让王位、朝臣拥戴陈霸先称帝的坚实基础。
陈霸先在朝堂上的权力斗争中被推上了皇位。他的登基不仅是权力的转移，更是一种责任的承担。他发起了一系列的改革，稳定江南，恢复经济，减轻百姓的疾苦，极大地推动了华夏汉文明的繁荣和发展。黯淡了刀光剑影，远去了鼓角争鸣。回顾历史，我们感受到在那个战乱的年代，一个国家的坚守与崛起是多么的艰难，从中更能体会到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珍贵。这部电影不仅是对英雄陈霸先的礼赞，更是一场关于人性、战争、和平的深刻思考。